你真以为我是那种靠出卖色相来换取女人俩小钱花的男人吗？哇，怎么样，肖董？这酒都喝到这份上了，您应该跟我们说实话了吧？你是想知道我们的底儿？我们红利确实和几个庄家联手操盘做的0056，可是红利今年的业绩不太好，我做了几个工程项目，全都赔了。我没钱了，几个庄家也没钱了。我们把0056拉到23.3块这个价位，再也拉不动。这个价位根本就没有几个股民跟进来。我现在是硬挺着，我不硬挺着，有什么办法？如果我现在割肉，平仓出货，那我扔进的钱可就太多了，公司也就垮了。我的底牌你现在全都知道了，你们怎么办吧？是准备一刀刀慢慢割我的肉吃，还是把我扔在锅里煮着吃？哼，肖总，您这说的哪儿的话呀？我们是来救您的。你们月星有那么慈善吗？跟您说实话吧，我打算给您1个亿，让您继续拉高0056。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好，你们给我1个亿，那咱们就联合坐庄，我们一起把0056按原计划拉到50块到55块这个价位。我在公司的业绩报告上做些文章，就说我们红利公司今年已经承包了几个大工程项目，总标底达到15个亿。公司目前前景无限好，公司的股票一路上升，有望突破到80块钱大股。这样股民肯定会大量的跟进来，到了50块钱或者55块，我们就出货，接着往下压，这样我们可就赚大了。我们按利润分成，你们还可以多拿几个百分点。我听说你们的0038就是这么干的，这么干的行吗？肖董，恕我直言，您这是在白日做梦。为什么？你们不就是这么操盘0038的吗？你以为还会有第2个0038吗？你以为还会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做0038，证管办现在已经开始调查了，而且现在是高度重视、紧密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如果我还用同样的手法做0056，还没等我们拉到50块这个价位上，早就被他们识破了。到那个时候，他会罚得你连1分钱都不剩，那才叫血本无归呢。那你说怎么办？肖董，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们给你1个亿，把0056从现在的23.3块拉到28或者30块钱。我们这么做纯属股市的一个正常的涨跌，证管办不会有任何的怀疑。到了30块钱，咱们就赶紧出货往下打压，也只有这么做，咱们才没有任何的危险。邢先生，你没事吧？刚拉到30块钱你就跑，咱们的本钱还没回来呀。肖总，我已经算过了，如果能拉到30块钱，不仅您的本能够回来，而且还会有1000万的利润。你们那1个亿的本钱呢？就算我把1000万的利润全给你了，我只要保本，1分钱的利润我都不要。那你们还不是亏了9000万呢？那9000万我不要了，只当是送给您肖总了。你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带上助听器听？我怎么也不明白，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事儿。你们亏9000万，全部的目标就是为了把我的本钱给捞回来，这合逻辑吗？你们公司不会是神经病公司吧？肖总，我这么跟您解释一下，看您觉得我的思维正常不正常？我给您1个亿，把0056从现在的23.3块拉到28或者30块钱，而且还有1000万的盈利。这1000万呢，您给我个人，哦不，应该说是给我和赵经理2人。您去银行给我们开一个账号，等这个事情做成了，把这1000万打到我们账号上就行了。
我明白了，你是说1000万你们个人挣，9000万你们公司赔，对吗？对，赵经理也是这个意思吗？啊，对。这就对了，这就合乎逻辑了。肖总，您干吗？我当然干，这是救我的命，我为什么不干？问题是你们薛总他干了，他会按照你们的计谋，乖乖的把1个亿拿出来。他亏9000万，你们赚1000万，这就是我的事儿了。金峰，咱们别干了吧，这么干有点太狠了。我一定要干，是他薛淑玉先对不起我的。再说，他薛淑玉对我就不狠了。那1000万本来就是他应该给我的。可你不能让月薪亏9000万，9000万呢？月薪不亏这9000万，我就挣不着这1000万。这就是他不给我的1000万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薛淑玉他能干吗？你不是不知道他是个连只蚊子飞过，是公是母都要观察了再观察，精算了再精算的人。他能傻到把那1个亿扔到海里去吗？所以啊，就需要咱们俩的联手。我敢保证，只要咱们俩配合起来，薛淑玉他一定干。金峰，你别干了，你缺钱花，我这儿有，我可以给。赵姐，你真以为我是那种靠出卖色相来换取女人俩小钱花的男人吗？再说了，我稀罕你的钱呢，你能给我多少钱？你能给我1000万？你能让霍星和张大江赔的那几百万都找回来吗？行了，你别说了啊，你就好好配合我就完了。要干你自己干，我不干。你看着我干嘛？你看着我，我也不干。别来这套。是不是？你干什么呀？你疯了！秦建峰，你这个臭流氓！你这个玩弄感情的臭流氓！你要再敢动手，我打你个半身不遂啊！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薛总，徐建峰的臭流氓！不是好的已经住在一块儿了吗？他欺负人，他玩够了我，他又一脚把我蹬了，我杀了你！薛总，别听他的，他疯了。好了，这种个人私事下来再说。现在开会，工作时间。好，现在开会。今天会议的内容呢，主要是谈一下公司下一步的计划和项目。我必须强调一点，我们所有的计划和项目必须是遵纪守法的。业务部先谈谈吧。小秦，个人情绪归个人情绪，现在是工作。我早就跟你说过，择友要谨慎。谈谈你们的计划。最近，我们业务部和红利建筑开发公司进行了接触。红利今年的发展势头很好，他们已经承揽了好几个大型建筑项目，总标底达到15个亿。他们的0056股票也在看涨，
因为红利的业绩不错，很多股民看好0056，但都在等待观望。股民现在都非常谨慎，如果在这个时候有大户资金因为看好红利的业绩和发展前景强有力的注入进来，购买0056股票，进一步拉高0056的价位，就会大大增强股民的信心，股民就很可能大量跟进来。目前来讲，0056的价位已经拉高到23.3块了，但红利的资金周转因为大量投入了建筑开发项目，现在比较困难，一时半会儿再也拉不上去了。所以他希望跟我们公司联手，让我们投1个亿，继续拉高0056的价位。以后获利方面，红利已经同意给我们6个百分点。我算了一下，如果这个项目做好了，又是一个0038，而且我们这么做完全是合法。如果红利的情况属实，这倒是个很好的项目。邢建峰，你现在也是有经验的操盘手了，你的意见呢？这事儿啊，不能做，它绝对是一个骗局。何以见得呢？薛总，您就不能听赵琴的，他这个人呢，一贯办事就草率。什么叫红利又承揽了几个大的建筑项目，而且总票底达到15个亿？像这种假的合同，那到处都能找得着。现在社会上的骗子实在是太多了，薛总，您千万别听他的，这事儿不能做。你放屁，邢建峰！你在别有用心的扰乱和破坏月星的事业。不是我怎么别有用心呢？因为你记恨月星和薛总，你对月星和薛总以前那么对你心怀不满，加上我刚才打了你骂了你，你恨我，所以对我提出的项目，凡是对月星有利的事情，你就在那唱反调，你就是在扰乱和破坏，你巴不得月星有一天破产和倒闭呢。薛总，您千万别听他的，他这才是放屁。薛总和月薪对我怎么样了？啊，对我挺好啊。我一个学生一进到公司就能做操盘手。再说了，即便对我有什么，我这个人也不会往心里去。我现在就是想着呀，怎么能够一门心思的在月星好好干下去，怎么能够把月星的事业做得更好，同时也发展我自己的事业。薛总，在这个问题上，你一定得相信我呀。那好吧，薛总，小琴，你就再去继续核实一下红利的情况。薛总，您看，这是我们承揽3个国内大型工程项目的合同书。这一份标的是817，这一份是912，这一份是714，一共是15亿1000万。一会儿您看看。来坐，薛总您坐这儿。3份。薛总，我核实过了，完全属实。了不起，确实了不起。15个亿啊，肖董，在现在建筑市场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你们真是一枝独秀，太了不起了。那薛总，那我们就合作吧。这3份复印本我留下，这个您再看看，您再考虑考虑，考虑好了咱们改时再签。那个这点的桑拿、保龄球、餐饮什么都有，一切账记在我这儿，啊，我可先走了啊，薛总。好，谢谢。好了，再见啊。再见。走了。薛总，千万别上当，我怀疑这是一个骗局，是个假合同。齐建峰，你无耻！你又想搅乱和破坏啊？薛总，你可不能听他的。他这句话倒没有说错，就算这是真合同，可是这都是写在纸上的，不能保证红利公司最后真能拿到这15个亿。现在有很多事情啊，就是签了合同都不作数的，有很多工程做完了，也不一定拿到工程款，所以写在纸上的东西是不保险的。万一我们1个亿投进去，红利公司最后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兑现合同，拿不到钱，他们的业绩报告上无法显示他们的业绩，那股民们就会觉得他们上当了，0056的股价就会大跌，到时候我们就惨了。所以光凭这3份合同，真还不能跟他们合作。啊，
薛总，您分析的非常对，但是红利公司有一个利好消息，我忘了告诉您了。由于今年红利的发展前景确实很好，所以外省许多大户企业愿意加盟红利，愿意成为红利的股东，愿意在必要的时候注入资金来扶持0056这只股，保证不让它跌下来。所以目前红利的财力储备的后续力量还是非常雄厚的，它的发展前景也非常好，所以假设即使红利最后落实不了合同，拿不到钱，他们也有足够的后备力量来支持他们的业绩，保证他们的股票一路走高。好，赵琴啊，那你让他们给我提供一份新加盟他们的股东名单，这些资料呢一定要详细，包括他们的姓名、家庭住址、企业地址，还有身份证复印件，当地政府出具的企业资产的评估报告，还有呢这些股东在证券交易所开具这个户头的证明。好，薛总，您做的非常对，就是不能上他们的当。这个老娘们还真是老奸巨猾，让我上哪儿给他找那么些股东去？随便编几个还不行？哎，家庭地址、企业地址、身份证的复印件、政府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交易所的开户证明。你别说，做生意还真得学薛淑玉，他是滴水不漏。建峰，要不咱们别干了？不行，我必须拿回这1000万。可这怎么干呢？想一想吧，这办法总会有的。哦，对了，明天呢，你给我拿20万。干嘛？别问了，反正我有用。不愿意啊？愿意，愿意。只要是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赵姐，这钱算我借的，包括我以前欠你的钱，我都会一切还给你。我邢建峰绝对不是那种吃软饭、靠骗女人钱花的男人。我就是喜欢你这点啊。晚上回家去住吧。是脑子进水了吧？现在咱俩给薛淑玉的印象是，咱们已经闹翻了，就好像美国跟伊拉克似的，所以我才搬回到办公室来住。我现在搬到你那儿去，算怎么回事？行了行了，别腻歪了啊！要是被同事看见了，咱们俩可就穿帮了。那我晚上要想你怎么办呢？你要是真想我呢，就协助我把这件事给干成了，否则你一辈子都别想。好，我协助你，我一定协助你。去吧。郑总，这样太寒酸了吧？村长的办公室也比这强吧？咱们公司现在再困难，老总的办公室弄点沙发，摆张像样的办公桌和椅子，这点钱还是能挤出来的吧？是啊，你就换换吧。今天下午我就开支票跟你买桌子和沙发。堂堂的科华上市公司，领导层全体坐小板凳上开会，跟坐在农家炕头上一样，就一生产队开会。是啊，郑总，无论如何你得换换，这是咱们公司的门面嘛。不，就这样，我就在这样的办公室办公，我就让大家和我一样坐在小板凳上开会，就是要像坐在农民的炕头上跟生产队开会似的。坐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能时时刺激和警醒我和大家，公司已经到了多么危机严峻的地步，我们只有背水一战，别无出路。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还要什么虚头巴脑的来装饰什么门面啊？如果说这样的门面是我们科华的耻辱，那我们就天天背着这个耻辱，这能像鞭子一样，天天抽着我们去咬牙，去拼命，去改变现状。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总之，公司目前的关键举措就是要转产，
就是要积极的、多方面的去寻找新的高科技含量的项目去开发投产，还要积极的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和资金的介入。单靠我们自己目前的实力，恐怕是无力回天了。当然，找新项目和资金这都非常的难，但再难都必须这么去干。邓总，开会呢。又是你。我来看看邓总吧。好，散会，各部门回去都抓紧干。邓总，您这日子都过成这样了，这多少还要感谢你们月星对我的推波助澜啊！您话可不能这么说吧？当时我来找您的时候，您可是答应了的。这在商言商，那做生意嘛，有钱就得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对，我当时是见钱眼开了。不过邓总，这事儿我还真得感谢你。感谢我什么呀？我知道，您受了处罚以后，不该说的您一句都没说，真是够意思。你不用谢我，我只是在遵守做生意的规矩，所谓信誉吧。你们当时来找我合作，把底牌多少也告诉我一些。我既然同意合作，我就得讲商场规矩，所谓替客户保密吧。除了我必须向查案部门如实交代我自己的违规问题外，其他跟我无关的，我自然不能说，我也没必要说，否则以后就没人来跟我做生意了。这也是为了我自己，你不必千恩万谢的。那好，那咱们就有情后谢了。今天来又有什么事儿？啊，又要把我们继续推向深渊吗？邓总，您这说的哪儿的话呀？这次来啊，我是专门给您送钱来的。是吗？这里是20万。您看这钱，我该放哪儿呢？总不能放地上吧？地上这么脏。还有比钱更脏的吗？你就放地上吧。说吧，这钱给我是要我去杀人呢，还是要我去放火呀？您玩笑。我知道，邓总您是一个讲信誉的人，所以这一次呢，我同样可以把底牌都告诉你。我们公司打算再操盘做一只股票，就是红利的0056。可是现在啊，遇到一些困难，我们需要找一些大的企业来加盟红利公司，壮大红利的盘子。目的是为了让那些股民还有投资者增加对红利的投资信心。我知道，邓总您是本省的著名年轻企业家，在省内外也有一些企业家的朋友，所以想请您能够帮助联络和说服一些企业大户，做一把红利的股东。当然，只是挂一个虚名而已。邓总您只需要在里边起到一个联络的作用，我想这事儿一点都不难，而且一点风险也没有。这20万是作为您的辛苦费，您看行吗？我现在确实非常需要钱，我也不怕别人笑我。我现在见到钱就跟见到爹一样。这事儿也的确不太难，我只是去打几个电话的事，但是我不干。通达橡胶的事给我的教训太深了，我不挣这个钱。我以后要规规矩矩办企业做生意。邓总，您再考虑一下，这可是20万吧？40万我也不干。邢先生，您还是拿上您的钱请走吧。您真的不再考虑了？啊？好，邓总，您信不信？即便这事儿您不干，我也一样能搞定。我相信，在这个世上，还是有人能够为了钱干一切事儿的。我信。
但这个人不是我。经理，您早。早，伤都好了。好了，没事了，我来上班。车钥匙给我。哦，给，这么好的车，当然是您开了。我啊，还开我那辆旧夏利就行。那个夏利你也别开了。啊？你现在已经不是营业部经理了。把我撤了？撤了。哎，为什么？我干得好好的，我给公司拉来那么多合同。你回去问你男人去啊，李淑琴，我真的不想撤你，我还就指望你去多拉几个大客户来。说句心里话，过段时间我还准备提你当总公司的副总经理呢。可你男人呢？啊，就是那位可爱的王大主任自己跑到市商业局，跟刘主任说你当这个营业部经理不合适，知识水平、组织能力不够这个档次，让商业局党委就地把你免了。这不，刘主任亲自打电话叫我把你撤了，我有什么办法？我还想找谁吵一架去呢。你这一撤，月琴公司的生意那还不跑了？啊，你还回柜台当你的营业员啊？可是我那个位置已经有人了呀。那就去仓库帮人家搬搬东西，好不好？哟，这大经理也落难了，也跟我们一起出苦力啦。李淑琴呐，这你今天下来了，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你根本呢就当不了什么经理，你一天装的人五人六，你说你图一啥呀？你一天真是对呀，还整天开个车上下班，牛什么牛啊！真是的。对不起，我轻点啊。苏琴，你为我受苦了，别怨我啊。其实啊，我也是为了你好。你想啊，你不当经理了，你们商场营业状况的好坏跟你就没关系了。他们就是想闹，也找不着理由了，你也就没有压力了，也安全了，我也就放心了。那你要是不查这案子，他们还能找我来闹啊？问题是我不能不查呀，这是我的工作。你要查案子，就非得把我给撤了。苏姐，希望你能理解我。我想轻装上阵，我不想让对手抓住我的软肋。你不知道我今天下来，那些人是怎么欺负我的。不就是两句闲话吗？别理他。你说的倒轻松，没欺负到你头上啊！你怎么这么自私啊？光想着你自己。我把什么都交给你了，你就这么对我啊你？苏琴，你听我说，我跟你讲。你别碰我，你出去，我不想理你，你出去啊！老板，哎，大爷，您来找孙子吗？不，你给我找台机子，我上网。您也上网？哦，习惯了，每天晚上到这时候啊，我都要上网看看。家里没有电脑吧？有。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跟老伴吵架被撵出来了吧？主任，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刚才去您家，看见阿姨一个人在那儿哭呢。我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从您家出来，有个邻居跟我说看见您进网吧了，我就跟进来了。啊，我上网查查关于国际上汽车轮胎销售情况，看能不能再找到点破案线索。您怎么在这地方上网啊？没办法，他赶我出来，我不能不出来，我得让着他，不能跟他吵啊。处长呢？我哪称得上老邢啊？叫我小邢就行了。你就是老邢。现在有钱的人呐，他大3辈儿。来干！哼。老邢，大老远的，你买我们身份证干嘛用啊？做生意用。嘿，你们城里人真有意思啊！做生意还用得着我们这儿的身份证？不过这事儿好办，乡下人嘛，又不出门。要身份证也没啥用，给他2钱他就卖，还很高兴呢。买点酒喝。哟，这都不好意思啊！来干！哎，来，来，走，我带你买身份证去。走。哎，王富山，来，过来！王干部，你喊我啊？王富山，你去把你屋里那个身份证拿出来，卖给老邢。王干部，你别耍我吧，我那破身份证又没啥用，谁要啊？真的吗？人家老邢是从大地方来的，快去！你真的买呀？真买。给多少钱买呀？给你100，行吗？行，我给拿去。我说什么来着？给钱就卖吧，啊！来，老邢，出根这个。哦，好。啊。哎，好。哎，老邢啊，来，谢谢。老邢，你有那么多钱，干脆多买点算了。在你这儿啊，我只能买1、2个，其他的还得到别的地方去买。你们城里人做生意就那么多讲究，哪儿的身份证不一样啊？老王，有件事儿啊，你还得帮我。你说。我买了身份证的这几位，比如说王福山吧，你得跟他们出具一个资产评估报告。啥叫资产评估报告？就是证明他们有多少资产。王福山家有什么资产？他们家除了有点苞米，有条狗，还有个黄脸婆。你不能这么说，你得说他有很多资产。这有用吗？有用。那好办呀！哎，你就说这座山上，山上有金子，王福山是开金矿的，他们家金子多的，连他们家那狗脖子上都挂着金链子。你写完了以后呢，我给你盖个公章，不就行了吗？说金山呢有点太玄乎了，你就说啊，那山上有煤，他们家有2个煤矿，是乡镇企业家，这显得稍微真实一点。身份证，这好办，就说王福山他是开煤矿的，他们家还有一家啤酒厂，还有一家砖瓦厂，还有一家面粉厂，还有王福山，你还想要什么？我还想，这有3个小老婆，我有这么多钱，
我得娶小老婆才对呀。你个熊样，哎，就知道娶老婆，切，没出息。你看，这个还行吧？谢总，这是红利公司新加盟的一批股东的背景资料，他们大多都是来自河南、山东、四川、贵州的民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哦，按照您所要求的，那里面有企业法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还有政府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还有他们在证券交易所的开户证明，您审阅。哼。薛总，你别看，那全都是假的。秦建峰，你有完没完？薛总，红利方面为了证明他们提供的材料全部准确无误，特地在每位股东材料里加注了当地政府的联络电话。您可以拨打当地的114台查询这个电话是否真实，然后再打这个电话查询股东的情况是否属实。您现在就可以打。薛总，您现在打，我敢肯定是假的。喂，请问您是泗水县启东乡乡政府吗？您好，您好，我想跟您打听一些情况。你们乡有一个叫赵连玉的乡镇企业家吗？哦，有啊。我想再问一下，这位赵先生是不是开办了一家大型养鸡场？还有一家肉鸡加工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哦，也有。不，我只是问问。好的，怎么样？怎么样？没话说了吧？薛总，您可以再打。这没准就是一个套，大家都已经串通好的。薛总，要是这么故意挑刺儿，我可就没法干下去了。要这么怀疑，那什么东西都可能是假的。你上街买个萝卜，还可能说是非典病毒做的呢，吃了就得死。薛总，别相信他，这事不能干。小齐，你做好准备，准备跟红利公司签约。老王啊，你们财务部准备调拨1个亿，我们做0056。完了，这下子肯定是上当受骗了。秦建峰，你要是再在这儿胡说八道，你就出去。好，就这样吧。薛总，您看看，咱们签了吗？这合同啊，我现在还是不能签。又怎么了？这个？我想了一下，这合同上还得补充一条。肖董，你的那些股东们不是在证券公司都已经开了户头了吗？那我这1个亿给你呢，你必须把这些钱分散到这些股东的头上，要造成他们好像是拿了自己的钱在做0056。我这样考虑是有2点。第一呢，证券公司每天的交易记录啊，证管办随时都会查看，我不能让他们看到记录上有我们月薪公司出钱在做0056，而要让他们看到是别人在做，跟我月薪公司完全没有关系。肖董，你知道，证管办对我们已经是非常注意了，我必须小心加小心。第二呢，你把这些钱分散到各个股东的头上去，也可以造成好像是众多的股东和股民同时在做0056，同时在买进买出，这样是非常正常的股市交易。这样就可以避免证管办看到记录上只有1、2家大户在相互买进买出，他们就会怀疑这是黑庄在联手对敲，恶意炒作，拉高价位，哄骗股民上当受骗。把钱这样分散开来呢，他们想查也查不出来。我这样考虑啊，完全是为你们红利公司着想。你想想啊，要是想做点手脚的话，也可以避免证管办因为怀疑和调查你们，最后查处你们，弄得所有的钱都拿不到了。当然，我也是为我自己着想。
我也想顺顺利利地拿回我的本钱和利润，所以这一条必须写到合同里去。你同意吗？没问题，薛总。我说句您不爱听的话。怎么了？你想的太贼了。你想的真是滴水不漏。您放心，您不这么说，我也得这么做。那好，既然你同意这么做，小琴，明天你通知我们的财务部，把1个亿打到红利公司的账上去。好。有什么异常吗？没什么异常。小然，这2天你们注意一下这个0056。主任，0056有什么问题吗？目前还没发现什么问题。它的交易一直比较平缓的升降，都是5分的、1毛的这么浮动着。但是昨天，它的交投量突然猛增，价位一下窜高上去，都快到24块了。这种现象啊，你要的资料。好。哦，当然了，像这种价位一下窜高的现象，在股市里也会经常发生。不过也要防止有黑庄在里边恶意操纵。如果0056的价位拉高的太过异常，那就要查一查它。哎，对了，小任，还有一件事，上次咱们不是说过要替科华公司寻找新的高科技项目，帮他们走出困境吗？我已经找到了一个项目，这是西安一所大学的一个科研小组研制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视电话。这种可视电话，今后的市场潜力会很大的。你想啊，光中国就有几亿电话用户。我已经跟这所大学联系过了，他们表示愿意技术转让这个项目。同时，我还跟一些中外的投资公司进行了联系，争取让他们跟科华联手，共同开发这个项目。